郑队，我们清查圣王场所，你们组顾毅然被我们抓了。啥？顾毅然被我们抓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刘芳，今年多大了22，家在哪里？就在这儿啊。往前走，快点！蹲好，蹲好，蹲好了，双手抱头。哎，双手抱头，看什么看？蹲好了。你在看什么？蹲好了，双手抱头。蹲好，看什么看？你还真是种嘘。刘队长，把头都低下。看什么看？低头。警察叔叔，他怎么就走了呢？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？撒开！谁跟你说？不是，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。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，还不害臊？转过去，蹲好。不是警察叔叔，转过去。哥，我们也是混口饭吃，能吃得上饭，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？埋了吧胎！说谁埋了吧胎的？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？呸！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好了，全部带走，笔录记得明明白白的啊，名字一笔一划写。好，收到。走，起来，起来，往前走。刚才那小伙咋不用啊？就是他咋不用呢？他哪个上头你们也是，往出走。为啥他不用呢？走。没能耐呀，顾老师。这会儿想起我了。坐着吧。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，闹不闹心？我真没有。我没说你有，我问你干啥来了？我就是累了，过来捏捏脚，放松放松。那天天大半夜折腾，能不累吗？我说你心可真大，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，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，啊？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，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10好几个机架进去，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？机架算我的。哎呦我，你可真大方你！我跟你说是机架的事吗？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，你一个外地人，你出啥事咋办？你有事找我，我给你办呀。我真的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。顾依然，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你不知道吗？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？不是你自己锁的吗？还在那跟我一室一厅呢，你当我们傻呀？你骗我，你用点心行不行？您那房子早就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讲这些啊，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。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，我得保证你的安全，懂吗？你是一个好大哥。我就你在这给我颁奖啊？不说算了。振北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真的。但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能处理好。行，我不操心了，你能处理好自己处理啊。振北，振北，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，
还知道丢人啊？放心吧。谢了。伟哥、然哥，你俩咋在这儿呢？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，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啊，你来干啥？那刘队打电话说是孩儿他妈。啊，你别往这儿领啊。这样，你领孩儿去吃点饭啊，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，他妈可能再晚点回来。行，你这发工资了，这么大方你？去吧。行。啊，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？这个地方，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我还得跟你汇报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赶紧吃饭去吧。行行行，走了，贝哥，大哥再见。那我也走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你跟我走，我送你。不用，你忙你的。什么不用不用的？你还有事儿啊？啊，走。真不用。你还给我挣吧是吧？行，那你走你的，你走，我给你宣传宣传。别，你去你，我还忙着呢，我没空搭理。送。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碍眼？哪儿都有他们。开你的车。贝哥。呀，龙哥来了，快进来。同志，我不是。来这儿的人都说不是。哥，哎呦，这大下雨天了，你下班了？不是，今儿夜班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啊，我姐弄的酱菜，整这么多啊？你上回不是说好吃吗？刚好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着馒头吃，省事儿。行，谢谢你姐啊。我老四很早跟来跟东北人，当初要不是你，我不會知。係你自己攞嚟嘅嘛？啊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。
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！好，慢点啊！孙大宇干啥呢？住不住？这还给咱送的咸菜吗？这要喊你哪来了？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？啥教导？朱哥，正好，你尝尝，拿一个，不合适吧？尝尝。哎呀，这色儿真正，北哥，那别喝一口啊你。行，北哥，那我走了啊。雨老大了，你俩早点回去吧。你也赶紧吧，我上班去了。道滑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少抽点吧。啥都管你。小子，路还没混熟呢！天天走这儿回家，你还害怕？真烦，没人呢。你是人民警察，别怕哦，马上到家了。小子，路还没混熟呢！我玩阴脑，现在真弄死你！我这都还病，现在带你去见他。别动！把他给我放下！胡说！我给你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哇塞！哎，你干啥？哎，别别别！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93特大毒品案，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，大家都叫他宋哥。他被捕后，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。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，就是宋康的手下。宋康被捕后，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，进去了1年，刑满释放了。那是94年的夏天，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，离开了半个月。8月5号，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。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嘉莲，整个花州都笼罩在暴雨之中。回到家的那一刻，我就感觉不对。我爸爱干净，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。但是那天，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北沟开了。斌哥。读书人的记性真差，我这1年的牢白坐了。我爸是你抓走的，他现在哪儿？让我想想他在哪儿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，你把他放了。晚了，
爸好像会动了，呼吸也没了。你别伤害他！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。你在哪儿？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在你楼下。喂！李文龙！李文龙！我冷静下来以后，就报了案。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，车牌也是假的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。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，什么也没发现。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。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。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，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？是。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，程度太相似了。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。准备卷土重来。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？对，可能性很小，但是我不能放过。我很自私吧？你说啥呢，冉哥？你那哪叫自私啊？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搁我们身上，我们也这样想。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，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？那还有三缸那帮毒贩闹事儿，还有那些教案，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？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？爷，你瞅你说的话，你激动啥呀？再给线儿崩开。但是你看没看见，这是群众的声音，知道吧？你是什么人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有事别老自己憋着，装啥孤胆英雄呢？遭不遭罪啊？对呀。然哥，你心里挺痛苦的吧？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。接完那通电话以后，我就没爸爸了，也没家了。我不愿意离开花州，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。现在来哈兰，也是为了找到他，带他回家。我们这么多人呢，我们帮你一起找，肯定能找着，然哥。我给你加加油。还记得这个打火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好吃的没吃烟呢。
李文龙，是我。跟你一起统上警察的人是谁啊？说说。我不知道，不认识，没见过。都来到这儿了啊，就别跟我装了，好好想想。我真没见过，怎么想啊？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以为他是坏人呢，一直跟着我，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。就算有坏人跟着你，你不是应该报警吗？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啊，你不报警，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，怎么回事？那天天特别黑，下着特别大的雨，然后他一直跟着我，我害怕呀。顾老师，对不起啊，你的医药费我赔。不用你操心，我已经好了，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。不是，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。之前就是误会，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？药给我，我犯病了。快给我药！李文龙，这么跟你说啊，来我们这儿的呢，都说自己是无辜的。你要是真干净，我保你平平安安走出去。但你要是真有事儿，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。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把你送进去。你这怎么了？一脑门子官司。你这东北话学的挺溜啊，现在，到底是搞学术的啊？学啥都快。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，是有什么发现吗？那天江湘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，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10分钟。你怀疑是他？你身高体型都那么像，我也不知道，看看吧。这还有待求证啊。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，看看，如果真是他，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。大哥，哎呀，我天，给你嘚瑟的！你咋来了，大哥？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。还好我没溜号。你不是你发烧了吗？转天就好了。烧着呢。你这烧啥呀你？你这滑热了吧？那也没准儿。你要是病了，该请假请假，别在这瞎折腾。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？你跟我抬啥杠呢？没有，我真不敢请假，少1天就少赚1天的钱，奖金也全给你扣了。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。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？快了，下班跟我走，我带你发汗去。大哥真别麻烦了，赶紧的，换衣服我带你走。快。
快！那你等会儿啊。下来泡会儿啊！大哥，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？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。你下来泡会儿，这洗澡哪有不泡澡的？你来，下来泡会儿，快！在东北不泡澡，你这什么习惯呢？坐这。咋样？是不是挺好？你老裹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太习惯了。你赶紧扯了！你看谁泡澡包都1斤泡啊？看你跟神经病似的！快扯！给扯掉了！哎呀，这泡澡！我掏出手枪就一枪，打着了，他左肩膀抖了一下，我确定。咋了？没事。没事，你这么盯着我看，你别扭了。我看看你咋了？怕看呐？哎呀，挺美，舒服啊！你之前都不泡吗？就是不习惯。这有啥不习惯？都大老爷们儿，多泡泡解乏。撩开得了，还别插在一块儿了。这家包着浴巾泡澡，咋想的？多好！这啥玩意儿？啊？没事，小时候淘不小心撞了。这么大一块啊？我看。没事，我看看，怕啥？哎呀，我看看。你那是几岁撞的？1、2岁了，具体也记不太清了。你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过吗？哥，哥，咱俩吃个饭吧。我们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？小白楼出事那天，你一下车，远远的那么一眼，我就认出你了。正北
哥哥。郑队，你更高了，更壮了，但你眼神没变。就是这个眼神，贼敞亮。你都认出来我了，为啥不告诉我呀？那你没认出我呀，大哥。也不对，我猜，你就算是认出我了，你也不会想认吧？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，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。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乐乐，别叫乐乐，乐乐死了。真以为你死了，就是死了，死好几回了。大哥，我挺恨你的。那回咱俩喝酒，你后来睡着了，我都想杀了你。别动啊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别乱动，等我回来。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？为什么都要骗我呢？那年冬天真冷啊，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，全身都要冻僵了。快睡过去之前，我还在想。政委哥哥是把我忘了，我没有抛弃你，真的，真没抛弃你。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，躲在那垃圾站，我出去找人。找到人之后，我昏过去了。我发高烧，2天，昏了2天。等我醒过来之后，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。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。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，人贩子也跑了。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。过了半年，6月初的时候，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。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，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，都能跟你对上。
为是我。从那以后，每年6月初的时候，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。这些年你受苦了，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，啊！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咱哥俩相互顾着，啊！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来个多的，这啥呀？这，哎，你记不记得这块了？记得呀，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，不就这条河吗？哎，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这冰面上跑了好久啊。那可不，那时候觉得这条河真他妈宽呐，咋跑也跑不过去。你那会儿你那小地蹦子个儿那么矮，你腿也短，你跟咱家和尚跑不动，你知道吗？瞧不起人了是吧？啊！哎，偷袭我是不是？我给你扔河里行吗？啊！投降！哎，大哥别叹气，叹气运气会跑掉的。哎，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，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，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。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，不孤单。啊，那不行啊，没活够呢，好些事还没干呢。咱不光活哈，咱还得活出个样来。小海，不是，乐乐。我在垃圾站等你的时候，特别害怕。后来我就唱歌，给自己壮胆儿。就是你教我唱的那首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你轻轻地唱，我慢慢地和。但愿你还记得，永远的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。
善良的日子。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，防止气味飘出，引人怀疑。警察！警察！别动！等会儿，马上，还吸呢！松手！别给我！别给我！可对了，立着手！郑雪瑶，外面还有个女的，快！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真给我！晨曦，别动！兄弟们动！看，这是不是你孩子？问你看，是不是你孩子？审完了，哥。现在这分销方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。货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找来的，酒店这俩人说了，绝对没贩毒，瞅着不像假的。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，确实不像贩毒的。先查清楚吧，瑶瑶，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，看看那俩人啥情况。小光，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。大哥，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，一会儿过来接。他爹呀，姥爷，压根儿也不知道爹是谁呀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，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，是不？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，身体机能受损，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。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，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。哎呀，好，抱进去，让你别看了。你整他干啥啊？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，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！这小点小孩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，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。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，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。行了，赶紧给我溯源啊！咱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。是。大嫂，我出来了。出来了就好，别再给我惹事儿了。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是我大意了，大嫂放心，出了事我担着。你担着？你怎么担着呀？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？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，你消停点。哈兰的生意别再露面了。我知道了。咱们新进的这批货，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，前后都长个眼睛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，听明白了吗？云慈，
今天怎么那么早啊？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提前过来了。生日快乐！哎呀，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呀？浪费钱！哎呀，这用不了多少钱，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，我顺手买的吗？哎，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，艳得很。我还有些账没对完，你先歇会儿。好，对完咱就回家啊。别累着啊。那一天啊，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，有几个店员啊，他们给惦记上了，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。后来呢，幸亏这事儿都解决了，但是呢，那天我就晚回家了。我一进咱们小区，咱们这停电了，就毛毛一个人在家，我当时吓坏了。他最怕黑了，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儿了，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。去医院看看。没事儿，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，摔了一跤。没事儿，家里都有药。哎，又停电又打雷的，毛毛特别的害怕。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，就翻出了我的名片。 那天晚上，我吃的那口素面啊，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。今天的长寿面也要趁着吃啊，要不然就坨了。嗯，尝一口。不是你尝一口。你过生日。快。嗯。 来，谁输了谁抹，好吧？我店里有点事儿啊，打个电话，你们先吃。打拍拍打，不是打拍拍，不是打，谁输？我输了。喂，姐，有新的买家，但最近蕾丝盯得紧，要接吗？ 买家的背景啊，一定要调查清楚，确认没问题了，咱们再出货。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，那我挂了。嗯。哎，姐，生日快乐！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，都累了。明天早上
我带早餐过来。跟小灯头那么久，我袜都磨破2双了，一点进展没有。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？着啥急？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？等等，我有个想法。我们这些天呢，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，始终没有突破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，从上往下查？啥意思啊？上往下。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？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，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。不，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，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。你们别忘了。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，不像以前，靠种植。啊，这倒是个办法。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，可以倒推出原材料。你想怎么查？你们看啊，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，大都是管制品，除了化工厂、药厂，普通人很难拿到。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明路上。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，很容易打草惊蛇。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。银行这么讲，如果说有一个工厂，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，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，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，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。所以这些成本高、进账低的，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、药厂，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。这样，明天开始呢，咱们分头查。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，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。那今天就回去好好睡啊！好，明天开始严查他们。好，撤吧。明儿见，张哥。明天见啊！伟哥，别忘了带果子啊！冉哥，你说。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，原材料消耗这么大，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，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。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？他们只挑小厂，多挑几家，就为逃避追查，那咱可咋弄啊？他们是在贩毒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，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。从经济的角度，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。哦，有道理。云汇药厂。哎，国柱，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汇药厂上班？云汇药厂啊？对，对呀。食堂里的菜啊太油，我特意给你做了点清淡的，你这不还感冒吗？今天晚上别熬太晚了，早点回家啊。这不第2期我马上就要封账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开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等过了这周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啊？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，这不，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。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。你这一次感冒啊，就是因为钓鱼。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，忽冷忽热的，他能不病吗？哎，你说这个江边吧，穿多了热，穿少了呢又怕晒。哎，呦，不知道嫂子来了，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。我都说了，不用麻烦。不麻烦，我知道你感冒了，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，这个清热解毒，感冒时候吃最好了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给我吧。还是嫂子敞亮，
不用谢，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，谈不上照顾，你想多了。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，真让人羡慕。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这孩子一放假，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，他就这一个爱好，这孩子跟他也不亲，你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，你说是不是呀，嫂子？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，也是挺难得的。回头啊，我们俩钓鱼的时候，让建明给你送2条，回去熬汤喝。俺有了，胖哥，这个不小。别钓上一条，你这老显摆。哎，这个不小，这个不小。今天给你点口嘛，李哥。再来一条。哎呦！啊！哎呀呀！大哥呀，是个人呢。这能瞅清楚？你这瞅不清楚，那来这个，这行吗？这行，这清楚，这清楚，嗯，这行，这清楚，这清楚啊。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。嗯，是这样，4天前呢，他下了班就失踪了，然后一宿没回家，爸妈就报了警了。尸体发现的时候呢，一直泡在水里面。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，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。哦，对，你看啊，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，遭过钝物击打，但是死因是溺亡。尸体发现的时候，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我们初步推断呢，抢劫杀人。他这牙怎么回事啊？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。你看这牙崩的。用老大劲了，我觉得呀，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。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？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，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的。哦，法医推断啊，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，但是绳子松了，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，但是还是淹死了。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，云辉药厂就在其中，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。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，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。咋了？撞线了？还是巧合呀？查了这么些年案子，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？我去申请一下，咱们立案侦查，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。这一片啊，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，鬼影子都找不着。喊你来这儿干啥呀？他父母说，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，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，而且老熊也确认过，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，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了，不像是被约过来的，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。那也不一定，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，你也查不着，对吧？那如果约这地方来，那就故意杀人呢。绑过来，我觉得不太现实。这离韩丽家那12公里，这一路绑过来，不早被发现了？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，经过化验呢，是西裤的纤维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？还有锯齿啊？啊！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？等鉴定结果吧。你回去啊，不管是这个铲子，
还是斧子，还是刀啥的，都给我做个比对啊。然后这块刃踏起来弄回去。行，好。婶儿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这人你看看，你见过没？这人。大爷。哎，你好。这人您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您再想想呢，再想想。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？确实没见过。元哥，哇塞，够了！我和瑶瑶沿着韩丽回家的那趟线儿，挨家挨户问，不管是卖烧烤的，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，这嗓子都问哑了，愣是没人见过他，就奇了怪了，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？啊，狗柱，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？完整的尸检报告得明天出来，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，也可能都冲走。凶器呢？凶器基本确定了，公明铲。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公明铲造成的。啊，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。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，我说试了半天，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公明铲，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。厉害呀，国柱啊，貔貅，胳膊都僵了吧？咋手劲那么大呢？哇！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，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，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。钓鱼爱好者啊？啊，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。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，他就喜欢带公明铲。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，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，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。公明铲功能十分齐全，不仅能割草，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。国柱，干得漂亮啊！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啊，好好表扬表扬你。韩丽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，而且有私家车。并且自从韩丽失踪之后，他再也没去钓过鱼，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。你说？可是我觉得不对，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？这韩丽周围的朋友可说了，她没有对象，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。这个韩丽她就是纯单恋王建民，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，好好的杀他干啥？确实，韩丽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，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。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，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，咱们抓紧找。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，那咱们就查韩丽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。如果他没事，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。王建民有车，目标更大，好找。加油吧！行。好。大爷，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？咋的了，警察同志？不让摆吗？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，没听说不让啊。不是，别紧张，不是不让您摆，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。这周二晚上有没有见过这辆车？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，俺哪记得住这车呀？司机长这样，您再回忆回忆，想想。这个我有印象呀。见过？见过啊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吧，天太热，马路人都少了，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。态度可好了，对我，所以我对他有印象。
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，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。4月3号下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看见。你再想想，大概这么高。那这辆车呢？白色的。没看见。这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。怪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，这跟韩丽回家完全是2个方向啊！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，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。这正对着派出所，跟这儿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？人家韩丽但凡喊声救命，这哥们儿当场就给逮了，有病吗他？这王建民是大财务，脑子嘎嘎好使，肯定没病啊。对呀，那他为啥选这儿动手啊？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。经过化验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丽的。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？你说他聪明吧，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。说他不计后果吧，他又贼谨慎，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。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，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，我指定不行。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，就算尸体被发现，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。咱别管他动机是啥，反正医院都说了。他之前受伤住院，左手压根儿没烧伤，他心里没鬼，干啥说谎呀？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，一审啥都知道了。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，韩丽的一个同事说，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，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。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，就没留意。现在想想，会不会没那么简单？你看啊，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。韩丽回家呢，又不是这个方向。那有没有可能韩丽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？王建民没有办法，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。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，就是觉得云辉药厂有涉毒的可能。韩丽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，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。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。哦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所有的疑点都能说通了。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带建民出去应酬了。我保证他平平安安，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。子健，您看，商品货的尾款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？是，我就随口一问。最近盯得比较紧，所有的钱都得转2手才打过来，下月初会到账。啊？我以为这事儿到秦毅那儿就打住了呢。那警察抓毒得抓到啥时候啊？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，我这定金都付了，还整吗？你慌什么呀？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。到了该停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的。
谢。厂长，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。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。哦，来了。
姐，盛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找王哥。哦，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，你进来吧。啊，刚下去吗？啊，那你去看看去，进去啊。那个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没事，吃饭呢。啊。啊。哎，王哥有个下属韩丽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死了。那这个事儿跟建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？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呀。行，那你先坐吧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不用了，站会儿得了。喂，王建民跑了。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民，而且王建民的车也没了，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，已经跑了？这下上哪儿找去啊？我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，而且开门的事姜子说了，刚下楼，应该没走多远。王建民杀人是因为韩丽要报警，他手里的是复印件，那原件在厂里啊。他要销毁证据。药厂。药厂，走走走。王建民办公室，哥。小光啊，快报火警！好。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？往上去看看去。火太大了，等消防过来。我怕他死了。哎，你好，云汇药厂办公楼3楼，这火老大了，赶紧的啊！啊！哎，哥，队长，来，小心烟雾啊！你们查查车啊，有事给我队长说。好，小心啊，哥！人是我杀的，我有罪，不要救我！人是我杀的，我有罪，不要救我！人是，哎，你是我杀的，我有罪！小光，应该是血迹，还要等国柱检验一下。郑北，火太大了，你赶紧出来！郑北，走哥，坐，不能，给菜去，哥，没事吧？救护车马上来。哥，你这伤到哪儿没啊？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，回去铁定会骂我的。别扒拉我了你啊！谁保护谁呀？咱俩，你快看看他咋样？行，没事吧？老袁，我呛着了。哎，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，还是血晚一步没拿出来。没事，至少人救出来了，带回去慢慢审。你先缓缓。嫂子，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点了，人是郑北救出来的。恒
抬上救护车，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，目前还不清楚。嫂子，韩丽刚死，王哥又放火，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？原材料的账目。 全部都在药厂里边。建明，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。我没什么大本事，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。你趁热吃，冷了就腥了啊！那个别等我了，你那领带都我去吧。哎，你看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快吃吧啊！等你啊。 建明为了我，把自己都搭进去了。有事吗？你看看这个。 这都什么呀？这个啊，从哪来的？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。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想让你看看，江英子她到底是啥人儿。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，在造毒。这可是要枪毙的。 不是这个账本里头，他可能是有误会，我是这样觉得。这样，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。你还研究什么呀？我都看了好多遍了，他们就是在造毒、冰毒，这是犯法的。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。 一旦出了事儿，咱们都得背责任，尤其是你。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，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？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。我知道你也很震惊，但是咱们没时间了。江英子，她是个毒贩。 可他也是我的爱人。你是不是？知道了。
陈警官，你误会了，我没销毁什么，就是不想活了。吃个包子。哎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包子喝豆浆。给你，哪个？吃不下去了，肚子慌，啥招都试了。哎呀，就一口咬死是情杀。一问药厂的事儿，哎，眼睛一闭不吱声了。你说他这么不怕死，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？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，现在看呀，啥顾家爱老婆，说不定都是装的。这到了，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。啊，药厂咱摸了个遍，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。他这把火放的，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。但是各有各的道啊，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？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，药管局得有吧？对呀，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。战友们，尸检报告怎么样？不都抛变形了吗？还能有啥线索呀？还真有。法医说，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，我会尽快查清楚。我看看。这个危机关头，韩丽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。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。王哥恢复挺好的，但是我们这有规定，人还是不能见。理解。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，我这心里安心多了。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，看着王哥人特好，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，或者对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？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他在你面前什么样，他私下就是什么样。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，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。我也希望有误会，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。你回忆回忆，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？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？尤其是这段时间。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，连个朋友都没有，都挺正常的。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？哦，对。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说什么。哎，喂，北哥，啥情况？啊，没问出来啥，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，还是这个江英子有所隐瞒。那他状态咋样？情绪还好吗？不哭不闹，思路清晰，感觉挺能扛事儿的，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，就是有点太震惊了，有点奇怪。咋样？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？能，太能了。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，云慧这半年来，盐丰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，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1倍。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，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易云慧涉毒没跑了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8、9不离十了。
不是，这都有线索了，你俩这啥表情啊？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，给云慧算了笔账。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。啥意思啊？这要是做成毒品，得有多少啊？差不多得有100公斤。啥？100公斤？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！这么多的原料，他们会卖给谁呢？云辉药厂和将来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？韩丽吞下这个，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药店有问题啊。根据这个银行流水，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迎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。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，现在看啊，很可能跟江迎子有关。王建民是个啥人呢？啊，爱家，爱老婆。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，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办？不得已，做出了杀人的动作，然后毁尸灭迹。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。能逼得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，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？云慧药厂、江迎子、王建民，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？所以说，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？这答案很明显嘛，江迎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，对吧？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，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迎子涉毒。确实，接着查呗，肯定能查到线索。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，哎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以查凶杀案为由，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，所有消息严格保密，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。我就不信了，江迎子这狐狸，他还不出动了。